嗨，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回到鹦鹉小木屋，我是 Jack。好奇心满满的鸟宝，他们最常做的事情呢，就是到处的探索。有时候他们满脑子只顾着玩，完全没有注意到环境当中可能会有危险的存在。相较于其他的动物，鸟宝的体型比较小了一些，而且也比较脆弱。再加上它们有飞行的能力，通常在室内的空间环境都没有到非常大的状况之下，也有可能会遇到许多障碍物阻碍它们飞行。因此，在室内放风其实是比其他的动物更容易发生一些危险的。今天的影片提到的暗藏危险，通通都是真实发生过的案例，可以借此让饲主更加注意鸟宝放风时的安危，或者是审视放风的环境是否安全。这支影片的重要性是非常高的，所以如果你是有养鹦鹉的话，也请你一定要看到最后。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影片吧。首先，第一点，被窝。被窝这个东西它既柔软又温暖，为什么会暗藏危险呢？其实不瞒大家说，被窝夺走非常多鸟宝的生命，许多鸟宝是在被窝里面窒息而死亡的。通常都是饲主带着鸟宝一起睡觉，或者是鸟宝它自己跑进去，但是被闷住，没有及时的逃出，就有可能会造成生命的危险。因此，建议饲主跟鸟宝远离被窝，或者是全程看着鸟宝。还有，绝对不要跟鸟宝一起过夜睡觉。鸟类这个动物它还是很脆弱的。如果说它被人压到，其实都蛮难成功逃出的。虽然跟鸟宝一起睡觉感觉好像很温馨，但是为了避免这些危险发生，还是建议各位让鸟宝自己回到他们的窝里面睡会比较好。第二点，厨房。厨房除了油烟有可能会让鸟宝吸进去会不好之外呢，还有刀具以及煮饭时的火焰，其实都是暗藏的危险。之前在兽医院也有遇到一个案例，是鸟宝它掉进滚烫的火锅里，鸟宝的双脚还有下半身都严重的烫伤。如果说组织坏死，就有可能要截肢了。我们没有办法知道鸟宝它们下一步会做什么动作，有可能平常都乖乖的不会乱飞，哪天如果突然心情好，飞到厨房碰到其他的危险物品，真的是很难说的。所以说，还是建议各位避开危险会比较好。第三点，吊扇。吊扇是一个非常大的重点而且这个东西这个吊扇也夺走了非常多鸟宝的生命，有非常多的案例是鸟宝被吊扇打断双腿和翅膀。如果说各位有养鸟的话，家里尽量不要装吊扇，或者是放风的时候千万不要启动吊扇，因为就算全程盯着鸟宝，也无法阻止它飞到高处。因为飞到高处呢是鹦鹉的本性，如果哪一天它真的飞上去，我们要阻止也来不及了。所以说，建议各位使用无叶片的电风扇是最安全的，或者是说可以使用那种一般的直立式电风扇，上面有套防护网的那一种，避免鸟宝的脚卡进去。第四，杀虫剂。如果有需要使用到杀虫剂，尽量是在室外喷洒，千万不要在室内喷洒。鸟宝误食是会中毒的。而中毒的鸟宝可能会呕吐，最后瘫软，死亡速度也非常的快。许多饲主还没有搞清楚鸟宝是什么状况，可能鸟宝就离开了。所以说，杀虫剂这一点是有立即性的危险的，各位要特别注意。第五，粘鼠板。老鼠对鸟宝而言也是威胁，不过除了粘鼠板以外，还有别的方法可以捕鼠，例如捕鼠笼。如果鸟它不小心被粘鼠板粘到，羽毛会严重的受损，影响飞行。鸟也会感觉到非常的紧迫。如果有看到鸟不小心被粘鼠板粘到，可以撒面粉，慢慢将鸟宝和粘鼠板分离，然后使用橄榄油除胶。除胶完之后，再用面粉把油脂给卸掉。千万不要硬把鸟宝扯下来，可能会把鸟宝整层皮都扯掉了。第六点就是门。鸟宝被门夹到的案例也听过不少。关门或者是开门的时候，都应该要注意鸟宝的位置在动作。被夹到的鸟宝看部位啦，如果夹到四肢的话，有可能会断掉；如果夹到头部，可能就有神经受损的危险。而神经受损出现的症状，可能有身体或者是头部歪斜、翅膀不正常的拍动、无法自行进食、无法飞行、抽搐、瘫痪等等。鸟宝后续的照顾，除了需要花很多时间，还有很多钱之外，对于鸟宝的心理伤害也很大。如果这个门是对外的大门，还有可能会发生鸟宝意外飞失的危险。所以这一点门的部分，各位千万不要忽略了。第七点，窗户。
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过窗杀？野鸟有路杀、窗杀的危险，家里的宠物鸟也有窗杀的危险。通常发生在鸟宝受到惊吓或者是较少出笼、比较神经质的鸟宝上。有些鸟宝会暴冲，就有很大的几率会撞上窗户，撞击力道如果很强，会严重昏迷或者是死亡。因此，如果家中的鸟宝容易受到惊吓，或者是放风的时候比较容易暴冲的话，我们会建议各位可以将窗帘拉上，避免鸟宝撞上窗户。第8点，电线插座。鸟宝对于任何事物都很好奇，但是它们并没有双手，所以他们会用嘴喙来探索世界。家具、手机、眼镜，是不是都快要被鸟宝啃烂了呢？在家里，尤其要小心鸟宝啃咬电线和插座，有可能会触电之外，家里也有可能会有电线走火的危险。平时电线要记得收好，没有使用的插座就要盖上安全盖，防止鸟宝啃咬哦。第9点，人类的双脚。有非常多的鸟宝好像忘记自己有翅膀似的，很喜欢在地上爬爬照。但是鸟宝它们的体型小，在地上常常没有被看到，就会不小心踩到它们。被踩到的鸟宝最严重就是直接死亡，再者就是神经受损，还有断肢还有接回的可能性。如果是神经受损，大部分都会影响鸟宝一辈子，很难痊愈的。神经受损的症状前面有提过，就是身体会头部歪斜，翅膀不正常的拍动，无法自行进食，无法飞行、抽搐、瘫痪等等。而这些症状可能会跟着鸟宝一辈子。踩伤的鸟宝，轻微的状况就是皮肉伤，但是不管轻重，对于鸟宝而言都是很紧迫的。因此，鸟宝放风的时候，应该要特别留意脚步，千万不要不小心踩到它们了。第10点，也是我们的最后一点，就是其他宠物或者是同伴。家中如果有饲养其他的宠物，对于鸟宝来说是一种威胁。普遍大众饲养的鹦鹉及雀科类呢，相较于其他的宠物，属于比较弱势的。即使是大只一点的鹦鹉，我也有看过被家中的狗咬到重伤的案例。这边我是建议各位鸟类尽量不要和其他的宠物待在一起，即便说其他的宠物从小跟鸟一起长大，感觉好像很温驯，但是不怕一万，只怕万一。有时候跟其他动物只是在玩，咬的那一口就有可能会让鸟宝受重伤。鸟宝和其他同伴一起放风，很可能有被欺负或者是互相打架的危险。无论是体型是否一样，弱势的那一方都会很惨。严重一点，有可能会被强势的那一方咬死。鸟宝和其他同伴一起放风，我们必须全程盯着它们。体型不同的鸟也尽量不要同时的放风哦。好的，讲完了以上10点非常重要的家中暗藏危险。对于好奇心满满的鸟宝而言，虽然我们家中是充满危险的，但是我们能做的就是放风的时候顾好它们，还有尽量移除一些危险的物品。放风的时候，全程都要在现场看着，随时注意鸟宝的动向，以免发生意外时没有及时的处理。鸟宝是非常脆弱的，一个疏忽就有可能会受伤。还有，不太建议在室内放养，除非提供一个专为鸟宝布置的环境，移除那个空间当中所有有可能发生危险的物品。如果说能够装上监视器会更好，否则家中有太多潜在的危险，也容易从门窗飞失。让鸟宝跟大家一起放风互动是一件非常欢乐的事，但是各位也不要因此忽略了环境潜在的危险。只要平时多加注意，相信所有鸟宝放风的时候也都能玩得安全又开心。以上就是这一次的影片。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的话，都可以在底下留言跟大家分享。喜欢我的影片的话，也要记得订阅鹦鹉小木的频道，并且帮我按赞分享哦。别忘了追踪我们的 Facebook 跟 Instagram， 看看鸟宝们的生活动态。我是 Jack， 我们下次见喽，拜拜。Hello，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 Jack。我们鹦鹉小木的饲料在2022年即将重磅回归啦。我们这次的饲料做了相当大的升级，主要有3大亮点要跟各位分享。第1点，农药残留检验合格；第2点，台湾在地水果干；第3点，合法高品质坚果。我们主打检验合格的鹦鹉认证饲料，严格把关所有原料品质，共同守护鸟宝健康。
而且我们每一包的谷物饲料都是使用 SGS 认证的食品级真空袋独立真空包装的哦，给鸟宝最纯粹的健康。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也都可以在底下资讯栏找到我们的官网连结。最后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也期待制作更棒的影片。那我们就下支影片见啦，拜拜。